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贝利叔的频道。正如今天这个影片的标题所述，我如何改变我的臀型，拯救我的塌臀。我们呢，先来看一下 before 和 after 之前和之后的照片。没错，这就是我之前的屁股，大约是2021年8、9月份的时候。当时我的屁股呢，从侧面看起来好像有翘，我就一直以为我自己是个翘臀。然后是直到某一天，我自己架设了相机，拍了我的背面照了以后，我才发现，这真的是我的屁股吗？然后起初我还以为我自己只是屁股的肌肉没有充血的关系，所以长得像这样子。后来才理解到，这就是我的塌臀形状，然后完全没有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 after 之后的照片，来看看这个对比是不是差很多。虽然我现在的臀部还不是那么完美的蜜桃臀形状，但是我已经改善了非常的多了。所以呢，我今天的影片就是要来分享5个我改善臀部形状的方式。第一，避免站3、7步，避免翘脚，避免久坐，这些从我们日常习惯就需要注意的。站立的时候，如果重心偏向一侧，或是坐着的时候翘脚，都会导致我们的骨盆位置不平均。那如果长时间久坐呢，对我们的髋骨就会产生压力，还有紧绷，那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臀部的健康还有发展。第二，检视足弓是否塌陷，还有脚踝是否内旋。足弓呢，是我们脚非常重要的一部分，它是用来支撑还有稳定我们的身体。那通常呢，我们的脚踝如果内旋向内倾斜的话，足弓就会容易塌陷。在这情况下呢，不管是站着或者是走路，姿势就容易不正确，那臀腿呢就会有不正常的运动模式，一样会让骨盆不稳定。所以同理，一旦我们的骨盆不平衡，就会影响我们的臀部形状的发展。第三，正确走路，这一点呢是我自己个人也还在练习当中的，因为我从以前就是连走路都懒惰的人，所以走着走着我的姿势就不正确，然后乱七八糟，导致我的骨盆后倾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画面。在这个影片当中呢，我是靠弹动我的骨盆，挥动我的脚在走路，然后上半身就是软软烂烂的，完全没有使用到臀部的肌肉。正确的走路姿势呢，应该是挺胸，自然的收腹，视线向前看。那从我们的脚跟着地到脚掌到脚趾的位置，然后推动我们的身体向前，也要避免我们大外八或是过度内八的走路姿势。这样一来，才可以提高臀部肌肉的参与度，改善我们的步态和训练我们的臀部肌肉。第四，一周至少5天要做臀腿拉筋放松，这是为了要保持臀腿肌肉的弹性、柔软度、关节的灵活性。试想肌肉为一条橡皮筋，它的弹性很好，可以轻松的被拉开，也会弹回原来的形状。但如果你把橡皮筋套在一瓶罐子上面很久很久，它长期处于紧绷的状态，它就会渐渐的失去弹性，造成僵硬，然后很难恢复成原来的样子。不好的话，一拉就断。在肌肉长期处于紧绷的状态，就容易受伤，还会限制到我们的骨头和关节的活动范围。所以肌肉拉筋放松非常重要。最后一个重点，训练时呢，我们要专注在我们的臀部肌肉感受度，而且1周基本3次的练臀。为了改善臀部的形状还有肌肉的力量，训练不可少。如果你想要刺激和增加臀部感受度的话，我建议你可以使用翘臀圈或是迷你弹力带，同时将手放在臀部肌肉上。在训练的时候呢，利用你的大脑去感应、去连接我们的臀部位置。1周基本3次练臀的频率，才能确保足够的刺激，然后促进我们臀部肌肉的发展。那综上这5个重点呢，我建议至少基本要持续3个月以上，才可以看到改善的效果。同时这些重点呢，也能改善骨盆前倾和后倾的问题。那最重要的是，你要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，你要慢慢的去建立，慢慢的去掌控。如果你有需要，你也一定做得到。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里，希望这些对你们有些许的帮助，也能带给你们一些动力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请帮我按个赞。我是贝利叔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